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欲，两只狗就被迫互相厮杀。铁网围栏之下，它们化身为嗜血修罗，即便浑身是血，却也只能死战到底。他们的命运从出生起就被明码标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沦为血腥的筹码。这就是斗犬的一生，被人为培养成的杀戮机器。투견이라는 것 자체가 없어져야죠. 탄생 자체가 안타깝죠. 受过严格训练的斗犬在赛场上拼命搏杀，在阵阵狂欢声中，他们彻底沦为玩物。失败的一方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即便侥幸存活下来，也只能成为其他斗犬的陪练。普里就是这样一只被压榨完价值后遗弃在路边的斗犬，他那深可见骨的伤口令人触目惊心。好在志愿者将奄奄一息的他带回了收容所，这才把他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。男主人在1个月前把普里领养了回去，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对杀戮成性的斗犬避而远之，反倒是心底升起了极大的怜悯，因为他知道斗犬的一生就像被设定好的程序般，没有半点自由，幸福和快乐对他们而言永远是一种奢望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把普里带了回来，希望他能过上正常的生活。62岁的男主人是洛东江旁的巡护员，他每天都会带着普里沿江散步，这样的运动量刚好可以消耗掉他的体力。而与之同行的还有1岁的混种比特犬飞虎，一人2狗成为了江边最美的风景线。但好景不长，虽然普里被遗弃了，但骨子里的斗犬本性却没有改变，他会把飞虎当成自己的假想敌，充满战意。这种被人为赋予的习惯无法马上就改变。尽管如此，男主人还是尽可能的为他提供好的生活条件，沙丁鱼、火腿、拌狗粮这样的美味佳肴，普里也吃得很开心。早餐过后就是上班时间，他会驱车带着2只爱犬驶向江边，为了防止打架，男主人也把他俩一前一后隔离了开来。无论风吹日晒，每天2次的巡视都必不可少，而2只爱犬也为这枯燥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。虽然飞虎不断摇尾巴对普里释放善意，但后者却对准了他的脖颈想进行攻击，无奈之下，主人不得不用铁链子时刻拴着他，否则他就要对和善的飞虎进行扑杀。2狗散步时要保持距离已经成为了日常。因为普里不懂嘴下留情，所以他也从不让飞虎靠近。他就像控制着发癫儿子的老父亲般，不想让他再多造杀孽。其实和普通狗不同的是，普里并不知道该如何社交。此前的2年，他都一直生活在无间地狱，同类相残对他来说就如同家常便饭，身上的伤痕也被视为无上的勋章。他早已被剥夺了拥有幸福的权利，为人类攫取更多的利益成为了他唯一的价值。为了控制他的杀意，男主人给他戴上了嘴套，但看见飞虎的瞬间，他还是本能的就冲向了对方。此刻他就如同回到了斗场上般大杀四方，最终还是在男主人的呵斥下，他才不甘的罢手。嘴套的佩戴无法遏制他的杀戮本能，刻进骨子里的记忆也始终挥之不去。普里的双眸时常倒映着飞虎的身影，只要共处一室，他就会视对方为敌人。即便飞虎想靠近和男主人亲近一番，但普里的存在却成为了一堵无法跨越的高墙。他心中虽然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但在男主人一遍遍的催促下，他也只能悻悻退场。实际上和普里相比，他才是名正言顺的原住民，因为他从1个月大时就陪在了男主人身边。普里的出现让飞虎无法再独占主人的爱，丝丝苦涩也时不时会爬上他的心头。不过普里的攻击性并非只针对飞虎，每当他看见其他同类时，也会流露出斗犬的本能，那骇人的煞气也会把小狗都吓得瑟瑟发抖。甚至面对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黄牛，他也会蠢蠢欲动。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2字的存在。虽然他对动物们抱有十足的戒心，但对主人却充满了善意，因为这个男人让他拥有了过去2年都未曾拥有的一切。외로운 친구니까 누구든지 인간이 자기한테 선의를 보이면은 虽然1人1狗的相处时间很短暂，但普里却也逐渐打开了心扉。在看不见男主人的时候，他甚至还出现了分离焦虑。这并非是坏事，而是他的心中有了温柔，有了依靠。就像普里是在斗场上身负重伤后侥幸存活下来的，男主人也能感同身受。8年前，他因生病的原因离开家人，独自来到了这里。那种举目无亲的感觉让他对普里也能惺惺相惜。他曾带着普里来到寺庙附近聆听佛音，希望借此化掉他被人为培养出来的戾气。但那被强行赋予且深入骨髓的战斗本能却怎样也挥之不去。当江训进门后，就夸赞起了普里十分帅气，而后者也毫不戒备地奔向了训犬师。此时的他不再是威风凛凛的斗犬，而是只想寻求关爱的小狗。据男主人说，普里曾攻击过飞虎3次，他鼻子上的伤痕正是昨天新添加上去的，因为当时他在芦苇丛中不小心跌倒了。没想到普里就如同脱缰的野马般扑向了飞虎，就这样一只被咬伤了前腿，而另一只满脸疤痕。可以说他们2个谁都没讨到便宜。当看到视频中飞虎对普里的行为时，江训说其实他只是想示好而已，
它的尾巴不断摆动，而且从左侧绕过去，在看了对方一眼后，耳朵就背了过去。这些都是在告诉对方他并不想打架，但普里却完全没有 get 到他的意思，他满脑子都被攻击猎物的念头所占据。飞虎已经表达出了伸手不打笑脸狗的态度，但普里却将他的面子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面对他的油盐不进，飞虎也十分苦恼。江训称，普里如果看见远处的狗时，他并不会吠叫，只有当对方进入到一定范围内，他才会跑过去攻击。这绝不是出自狗狗本能的生理行为，而是身为斗犬在赛场上留下来的后遗症。当收容所的人带着狗狗来看望普里时，大家看见他的尾巴摇动，就以为他是在表示欢迎，还把狗狗抱下车来想跟他亲近一番。这其实是极其危险的行为。如果从训犬师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幕着实惊心动魄，稍有不慎，狗狗们就可能会命丧他口。这都是因为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造成的。江训称，如果狗狗尾巴根部发力摆动，就是兴奋的意思，但如果较为轻柔的左右晃动，就意味着当下是很开心自在的状态。而普里的行为显然就是一种战前准备。其实许多犬类在战斗时并非就想血战到底的，但因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就把斗犬培养成了杀戮机器，它们就如同提线木偶般从小就开始接受战斗训练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它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更别提像正常狗一样去社交了。普里恰好就是这种情况。斗犬的心思其实并不复杂，它们懵懵懂懂地被主人带到了赛场，心中所念也只是想快点打完去找自己的主人而已。但与之相比，人类的目的却肮脏的可怕。江训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斗狗人，他还依稀记得当年在斗狗场上，打输的一方就会被宰杀，鲜血四溅，擂台成为了罪恶的温床。对于普里这样的斗犬来说，身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想让他们像正常狗一样生活是件很难的事。在开始训练前，江训告诉男主人，一指粗的铁链子太重了，为普里换上背带，他会更加轻松自在。接着他把零食放在一端，又使普里戴上嘴套，为了防止他厌烦，可以戴上5到10分钟就摘掉，直到他适应了为止。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短暂的相处竟让普里对江训好感飙升，他竟然把男主人都晾到了一边，他不断的往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扑。江训说他只是在表达喜欢而已，只不过略微有些僵硬和生涩。江训说自己可以陪他玩陪他闹，这是他身为斗犬从未有过的体验，所以他才会对相处不过半天的江训如此热情。他让男主人边走边给普里零食，这样可以让他找到把注意力放在监护人身上的感觉。不过让普里精神完全集中似乎有些困难。江训告诉他，如果普里的眼神飘向别处时，就可以把零食放在他面前只闻味道，等到他能够重新集中精力时再给他吃。反复这样做可以让他更好的服从指令，这就好比让一个多动症的孩子安静下来，需要主人用绝佳耐心去训练才行。江训说，通过食物和主人的关心同普里建立联系是很好的方法。如果普里能专心处理好监护人发出的各种信号，那他的训练效果也能更上一层楼。至于普里遇到同类会攻击的情况，江训特意准备了3把椅子为他制造美好的记忆，同时在进行平行散步训练，双管齐下可以帮助他降低攻击欲望。不过当他看见飞虎的时候，就开始哼唧了起来。江训说，这是一种不安和焦虑的信号，如果此时松开绳子，那他就很可能会发动攻击。他让男主人牵着普里来到椅子上找零食，而另一边的飞虎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散步。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可以降低他的兴奋值。虽然他此时尾巴下垂，但内心还是在担心远处的飞虎会冲过来打架。这时候主人可以用夹子音安慰他，让他放松下来。其实无论是语调的改变还是零食的存在，都是让他集中注意力的方式。而男主人也在江训的鼓励下尝试起了夹子音。因为曾经身为斗犬的记忆实在太深刻了，所以只要有狗靠近普里就会如坐针毡，而在两者之间放把椅子和零食，恰好可以转移注意力，借此他那紧绷的神经也得以放松下来。伴随着飞虎平行散步的不断靠近，普里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了下来。虽然专注力的训练并不容易，但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坚持下去，那么短则3个月，多则半年，肯定会见到成果的。其实很多比特犬的饲主会用打骂的方式去训练它们，这其实更多的是主人情绪的发泄，并非真能起到正向作用。对于许多拥有不好记忆的狗狗来说，花费大量时间去抚平心理创伤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普里的心中曾被人为种下了许多黑暗的种子，铁笼和赛场对他来说就是修罗地狱，而男主人的出现就如同由内到外散发着光芒的天使，唤醒了他被埋藏到灵魂深处的温柔和光明。爱是治愈创伤的一剂良药，相信在男主人的关心和照料下，他也一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